我解雇他不是因为他蠢，虽然他确实是个蠢货。1961年，杜鲁门接受采访时痛骂麦克阿瑟，这句话里藏了10年的怨恨。朝鲜战争期间，麦克阿瑟因贪功冒进被志愿军打败，竟计划用26枚原子弹报复中国。他还绕过杜鲁门给国会写信，企图把战争全面升级。按理来说，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后，本该成为过街老鼠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他回国后不仅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，还用一句话彻底葬送了杜鲁门的总统生涯。对于朝鲜战争的态度，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截然相反。杜鲁门始终坚持有限战争，简单说就是只守不攻，避免刺激中苏。中国也多次警告，美军越过38线会引发严重后果。可仁川登陆的大获成功，让麦克阿瑟自信心爆棚，完全把中国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。麦克阿瑟不仅指挥美军快速推进到中朝边境，还纵容美籍入侵中国领空，造成了平民伤亡。另一边，杜鲁门先是命令他把部队后撤，随后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与中国的关系。可麦克阿瑟再次无视命令，更放出狂言，说中国不敢出兵，就算出兵也掀不起风浪。他扬言要带着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，言外之意就是只需不到2个月时间，他就能结束战争。可以说，麦克阿瑟不仅触碰了中国的红线，还挑战了杜鲁门的总统权威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杜鲁门也没敢对麦克阿瑟采取任何措施，因为麦克阿瑟刚刚打了胜仗，声望几乎达到巅峰，别说将他解职，就算是给一点处罚，国内的选民都能把杜鲁门指责得无地自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契机突然出现，麦克阿瑟刚喊完口号，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，他们不仅成功渡江，还把美军向南击溃了200多公里。圣诞节前不仅没能结束战争，反而丢失了重要屏障。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彻底沦为国际笑柄，他又羞又恼，开始向杜鲁门施压，企图扩大战争，提出的要求一个比一个过分。其中最离谱的是主张炮轰中国境内，还申请调用34枚原子弹，8枚用于朝鲜战场，另外26枚专门轰炸中国的后勤基地和工业区。杜鲁门听完差点气疯，朝鲜战争已经让美国国防预算直接翻倍，物价飙升的不成样子，再打下去后果根本不堪设想。于是他果断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。可谁能想到，麦克阿瑟竟绕过杜鲁门，给众议院领袖写了信，信里批评杜鲁门政府软弱，言辞难听到了极点。总之就是把打败仗的责任全甩给杜鲁门，还寻求国会支持来扩大战争。而这位众议院领袖是共和党人，本就和杜鲁门不和，直接在会议上朗读了这封信。这件事很快登上美国各大媒体头条，让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极大的尴尬。没过几天，杜鲁门便公开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全部职务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杜鲁门解职麦克阿瑟的背后，还牵扯着诸多政治博弈。按理来说，美国民众普遍反战，而麦克阿瑟既打了败仗，又抱着战争狂人的态度，被解职后理应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但现实却狠狠打了杜鲁门一巴掌。1951年4月，麦克阿瑟离开东京，乘机返回美国。当他的车队出现在旧金山时，街头早已被人群淹没，数十万民众自发涌上街头迎接他。车队足足用了2个小时，才穿过长达14英里的欢呼人群。离开旧金山后，麦克阿瑟又去了纽约，没想到这里的场面更加盛大，花车、彩带、军乐队一应俱全。这哪里是人人喊打，分明是在欢迎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。原来美国民众厌战是事实，但大家更不愿意接受战争失利的结果。而麦克阿瑟那封被公开的信成了关键，民众觉得他在朝鲜战场的失利是杜鲁门的政策束缚了他的手脚，再加上麦克阿瑟本就是民众心中的二战传奇将领，这次被解职后又树立起被政治打压的军事天才人设，成了人们心中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。杜鲁门得知消息后心凉了半截，心想这下完蛋了，自己反倒成了反派。然而麦克阿瑟及其背后的共和党并没有就此罢休。1951年4月19日，麦克阿瑟在国会发表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演讲，整个过程全程直播。他34分钟的演讲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30次。那句老兵不死，只是慢慢凋零，更是让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麦克阿瑟特别聪明，他的演讲词里压根没抨击杜鲁门政府，只是回顾了自己50年的军事生涯，讲述了自己为国家奉献半生的故事。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，越是不提杜鲁门，民众就越觉得他无辜，进而对杜鲁门政府就越是愤怒。结果这场演讲的效果特别明显，
现场不仅有共和党议员被感动落泪，就连杜鲁门所属的民主党议员也个个眼含热泪。可想而知，接下来的舆论会如何一边倒。自从麦克阿瑟回国后，美国多地就爆发了反对解职他的示威游行，而这场演讲更是点燃了民众的情绪。数万封带着各种辱骂词汇的信件被送到白宫，洛杉矶市政会议直接宣布休会，理由是阻止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政治谋杀。当时的调查报告显示，杜鲁门的支持率暴跌到 20% 左右，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攀升到了 69%， 这也促使麦克阿瑟后来决定参加总统选举。总之，麦克阿瑟的那句老兵不死，只是慢慢凋零，直接葬送了杜鲁门的总统生涯。他背后的民主党见风向不对，担心连累下一届总统选举，也果断和杜鲁门切割，把政治资源让给了另一位候选人。不久后，杜鲁门便宣布不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，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发现，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矛盾并不是始于朝鲜战争。二战结束后，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，虽然名义上听命于杜鲁门，但实际上掌握着日本从宪法到经济的绝对权力。这段经历让麦克阿瑟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，却也让他越来越不服从白宫的权威。于是，杜鲁门顺着战后裁军的大势，不断削减麦克阿瑟在日本的预算，让他的部队规模从30万锐减到11万人。与此同时，杜鲁门还把大量资源投入欧洲，让麦克阿瑟的核心利益被一点点侵蚀。试想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麦克阿瑟怎么可能对杜鲁门有好脸色？之后发生的一件事，更是把两人的矛盾直接曝光在公众面前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仁川登陆的胜利让美国国内一片欢呼，媒体纷纷称麦克阿瑟为拯救自由世界的人。可杜鲁门的支持率却依旧低迷，通货膨胀、工人罢工，再加上复杂的国际局势，让他焦头烂额。就在这时，白宫幕僚提出建议，让总统亲自前往前线，以此展示领导力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告诉选民，这场胜利是在杜鲁门的领导下完成的。于是在1950年10月15日，杜鲁门飞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，与麦克阿瑟会面。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杜鲁门的意图，麦克阿瑟在迎接他时，竟然没有按照惯例敬礼，只是随意握了握手，态度还十分傲慢，直接拒绝了杜鲁门一起用餐的邀请。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人之间的嫌隙，随后在国内大肆渲染。结果杜鲁门不仅没能借胜利提升声望，麦克阿瑟对总统权威也更加不屑，于是便出现了之前所说的矛盾爆发。这场总统与将军之间的政治博弈，看似是麦克阿瑟笑到了最后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高兴太久。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，事情的真相得以还原。杜鲁门对朝鲜战争的政策逐渐得到了民众的理解，而麦克阿瑟的信誉则受到了质疑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